进化论 S3 EP05 来自2046的眼泪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哭着从梦里醒来，抓着你的手说：“爸爸，我看见了未来。”那里没有工作学校教的东西，全是垃圾。你会抱着他说：“傻孩子，那是梦。”梦都是相反的。还是你会被挤发凉，因为你心里清楚那是真的。今天这集我不讲 K 线图，不讲财报，那些太冷冰冰了。我要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10岁的小女孩，灵魂穿越到22年后，看见学历崩塌真相的故事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再决定，明天早上还要不要逼你的孩子去补习班。故事的主角叫小雅，2024年她10岁，全校第1名。她是那种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，书包重得像石头，里面塞满了考卷和参考书。她的梦想是被输入好的城市码，考上第1志愿进大公司当人上人。某个周二下午，补习班的冷气太强，数学老师的粉笔声太催眠，小雅趴在充满立可白味道的桌上睡着了。当她睁开眼，世界变了。时间定位2046年，空气很冷，充满了金属锈蚀和酸雨的味道。霓虹灯闪烁着她看不懂的二进制符号。空气品质链 AI 算力占比99%。小雅以为未来会有飞天车，但她错了。她看到街道两旁挤满了衣衫褴褛的人，他们眼神空洞，手里拿着各种证书，正在排队。队伍的尽头是一台巨大的机器，上面写着资源回收站之10类。小雅惊恐地看着这一切，她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的大哥哥，颤抖住把一张镶着金边的博士学位证书塞进机器里。机器发出哔的一声，核定价值低，回收奖励合成牛奶1瓶。大哥哥拿着那瓶牛奶，像是拿到了宝物，转身就大口喝了起来，眼泪流进牛奶里。小雅吓坏了，她拉住那个大哥哥问：“哥哥，那是博士学位哎，老师说有了那个就能赚大钱啊？”大哥哥擦了擦嘴，看着小雅苦笑了一声：“小妹妹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现在是 AI 时代，我读了20年的书，学会的那些逻辑推演、数据分析，现在那个云端的 AI 只要001秒就能做完。我的大脑现在比电费还不值钱。”小雅不信，她拿出书包里那张皱巴巴的100分考卷，对着大哥哥喊：“我有这个，我是模范生。”周围的人都转过头来看他，那眼神不是羡慕，是怜悯，就像在看一个拿着长矛说要打坦克的原始人。就在这时候，天空传来一阵轰鸣声，云层散开，一栋高耸入云发着金光的大楼显露出来。那栋楼没有窗户，只有无数条粗大的光纤电缆连接着云端。大楼的露台上站着一个年轻人，他穿着随便的 T 恤，手里拿着一杯饮料，但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听话的建筑机器人，正在根据他的语音指令瞬间盖出一座座虚拟城市。小雅认得他，那是他的小学同学小明，那个上课都在画画不写作业，被老师骂是废物，被妈妈禁足的小明。2046年顶级提示工程师，资产等级 S 级。大哥哥看着小明的背影，眼里满是羡慕，因为他不需要跟 AI 比读书，比记忆力，他会下指令，他有想象力，他把 AI 当狗养，而我们被 AI 当狗养。就在这时下，课钟声响了，小雅醒了，她回到了2024年。讲台上的数学老师还在口沫横飞地敲着黑板，这题必考背下来，背下来以后就能上好高中。同学们还在振笔疾书，抄着那些在2046年连牛奶都换不到的故事。小雅看着手里的课本，5分钟前这些是她的信仰，现在她觉得那只是一张废纸。我们正坐在铁达尼号上，手里拿着一张前往冰山的单程票。最恐怖的还不是这个，是那天晚上的晚餐。妈妈夹了一块肉给小雅，温柔地说：“雅雅，听说隔壁的私立中学升学率很高，妈妈帮你报名了冲刺班。”爸爸在旁边点头：“对啊，现在辛苦一点，以后拿个硕士进大公司，就像爸爸一样稳稳当当的。”小雅看着爱她的爸妈，她知道他们愿意为她挡子弹，但她也知道他们正在亲手把她送进绞肉机。她只能低头扒饭，眼泪掉进碗里。警告，这是典型的路径依赖，中产阶级父母最大的盲区。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鬼故事。
因为这个故事现在正在台湾的每一个家庭里上演。第3章，从 earner 到 owner。故事讲完了，现在我们来谈简要。故事里的大哥哥和小明，代表了未来世界的2种物种。物种 A earner 电池，公式财富等于时间乘以技能。物种 B owner 开关，公式财富等于资产乘以系统。大哥哥输在哪？他输在这件事我会做。他以为技能是资产，其实技能是耗材。小明赢在哪？他赢在这件事我能让 AI 做，他不需要自己会画画，他只要有审美有想法。各位父母听清楚了，未来的财富不属于做题家，属于发问者，不属于电池，属于控制开关的人。第4章，给孩子的3个数位锦囊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焦虑，难道让孩子休学吗？不用休学，但你要在体制外，给他准备一个备用系统。锦囊1把教育基金变成科技基金，很多家长存了几百万，说是给孩子以后读研究所用的。建议停止储蓄学费，转为配置 AI 基础设施资产，例如 Nvidia、Microsoft、Google。听到了吗？这叫打不过就加入。与其投资一个会贬值的文凭，不如投资那些制造文凭贬值的凶手。锦囊2从背诵者转为指挥官，别再管他背不背得出唐诗300首了。周末的时间带他玩 AI， 让他用 ChatGPT 写故事，用 Midjourney 画漫画。你要称赞的不是你画的好漂亮，而是你这个指令下的真精准。让孩子习惯 AI 是我的副驾驶，不是我的对手。锦囊3建立数位资产，而非完美履历。小雅在未来看到的那个小明，他为石魔能住金楼，因为他有作品。从现在开始，鼓励孩子在网络上发布作品，不管是拍 YouTube、写部落格，还是做迷因图。履历表是写给人资看的求职用，数位资产是给全世界看的变现用，个人品牌是唯一无法被演算法复制的护城河。请保护好你的品牌。节目最后，我想对所有心疼孩子的爸妈说，我们没办法穿越去2046年帮孩子铺路，但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件事，不要成为那个把孩子推上铁达尼号的人。这张旧船票就让它烧了吧。小雅后来醒悟了，她虽然还是在学校读书，但她不再纠结考卷上的分数，她开始用 AI 写小说，开始在网络上卖她的画。她不再想当模范生了，她决定当那个幸存者。那你呢？今晚回家看着熟睡的孩子，你想把他培养成老伯伯还是小明？新地图已经开启，请丢掉旧地图。这里是赖哥进化论，我们下集见。别让未来的眼泪流在今天。进化论，你的孩子准备好迎接2046了吗？不想被 AI 淘汰，不想被 AI 淘汰，想掌握财富重构的机会。进化论，开启小铃铛，记得订阅哦。观看更多精彩影片，订阅我们，获取未来的生存指南。我们每周更新，带你进化脑袋。扫描加入社群。Thanks for watching。制作团队，音乐。进化是为了不被淘汰。进化论 S3。下集预告：希冀员工如何建立你的 AI 军队。进化是为了不被淘汰。